是你亲手送我们坐牢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说了一句真话，你就好心高好正义。你维护一个贼都不保护你兄弟，可能是个贼啊！知道被自己的好兄弟以正义之名推入深渊是什么滋味吗？我是邱干敖，曾是警队之星。我相信警察是刀，要插进最黑的裂缝里。可我没想到，刀早已满布腐朽。那天，我和兄弟们接到富豪霍先生被绑架的紧急任务，我们争分夺秒地展开调查，很快锁定了罪犯的真实身份王坤和可乐。于是我们立马将可乐抓捕。可是家伙嘴硬得很，无论我怎么问，他就是不肯吐露富豪的藏匿地点。这时，上司打来电话，催促着我们尽快救出富豪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总之明天开始之前一定要救出霍先生。这个行动是不会公开的，所有事情都不会记录在案，一个都不会知道。万一出了事，我会保你的 ，OK？ 我当时太天真了，竟然选择相信了他的鬼话。为了让可乐松口，我失去了理智，强迫他张嘴咬在横纲上。我数3声，看你的嘴是不是这么硬。你再不说，我要你吞掉你的牙！在我的逼迫下，可乐终于害怕了，如实交代了藏匿地点。本以为这次能够顺利完成任务，没想到一向拖油瓶的公子居然羞辱可乐。你喜欢被人打？你妈教的？你们家的基因是吗？啊，原来下贱是遗传的。可乐受不了，一口咬在公子腰上。不管我们怎么拖拽，他都不松口。混乱之中，我们失手将可乐打死。而阿邦恰好在这个时候赶到了现场。干什么？你们放了吧！你们是警察。面对他的质问，我没有辩解，我只是按照命令行事。我以为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他能明白我的无奈。可我没想到，本是行正义之事的我们，却要为罪犯的死买单。法庭上，我们拼命救回的那个人，此刻衣着光鲜的说着禽兽不如的话。打死人，真没必要啊！有什么？我不救你死就是你呀！我们救了你还说没必要？这句话如同冰锥刺破了我对人性的期待。我曾经多次要求他们尽快破案，但我没有要求他们滥用私刑，更不会叫他们去杀人。你是也是吧？你说过会保我们，现在不认账了。那个杂碎明明知道我们用的手段，却在法庭上装成白莲花。那一刻，我听见信仰崩塌的声音。我们不过是权力的白手套，用完则弃。我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生死之交的兄弟身上。你有没有见到6名被告亲手殴打死者何伟乐？看到他犹豫的眼神，我十分紧张，甚至能听到我的心跳声。有，谢谢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最好的兄弟以正义之名亲手将我推下深渊。我笑了，原来当时砸碎的不只是可乐的头骨，更是对正义、兄弟、体制的3重信仰。4年的刑期如同炼狱一般，每天都有曾经被我亲手抓进去的犯人在我身上留下活该的烙印。进去后，每天晚上都有我们亲手抓的犯人来找我算账。真理，真理，这叫无功。曾经的我以为只要够拼命就能在黑与白之间踩出一条路，可我错了。这世上根本没有黑白，只有灰，而灰色是最适合埋葬理想的颜色。曾经的兄弟阿彪因为受不了成为警队之耻，选择跳楼结束荒诞的命运。走吧，让你走听不懂啊！走啊！他的一句话毁了我们6个人的人生，而他依旧像救世主一样，他忘了他的正是用我们的血肉堆砌的。当初他帮我们一把，阿彪不会死，或许我们也像他一样快当爹了。制度会腐朽，兄弟会背叛，只有握在手里的刀永远不会说谎。从地狱归来后，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复仇。如果这件事有谁连累了大家，老天爷都不给面子。通过以几吨监狱的猛鬼提供的情报和装备，我们准备对毒贩王坤黑吃黑。警方这时也准备清剿王坤。为了挑衅他们，我和兄弟们率先出手干掉了王坤，接着用复仇的怒火炸毁曾经的信仰。本以为这次可以将阿邦一起干掉，可没想到他得罪了领导，没有参与这次任务，于是他的领导帮他还了一点利息。接着我们将王坤那里抢来的货卖给了猛鬼。我是叫你抢货，没叫你杀人啊！还杀了这么多的警察！别生气，伤身了。你没事吧你？我们从牢里出来，受了多少罪？钱要慢慢挣，别这么玩命。太迟了，当上司将我当狗一样抛弃，兄弟用正义之名将我钉死时，就注定我无法回头。而阿邦为了帮上司报仇，开始全面搜查王坤的货物，很快就查到那猛鬼头上。为了不暴露，
在他即将抓到猛鬼时，我让手下兄弟开车撞死了猛鬼。本以为没了线索，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可又是公子犯了错误。杀王坤那天，他看上了王坤那块价值100万的名表，于是占为己有，还大方的送给女友。可后来他发现女友对他的好都是假的。你有没有看过你自己的样子啊？好恐怖啊，老大！还有，你性无能死囚犯！我最跟人家说坐个牢，我不坐牢，我的脸会变成这样吗？帮主，1个小时前，水警在柴湾码头捞到一具女尸，女死者叫关美容，这块表是在她身上找到的。情报科查了这块表的编号，证实了是黑吃黑当天王坤戴的那块。死者最后出现的地方在湾仔，是和一个名叫赵志强、花名叫公子的人去开房。闭路电视拍到他俩一起进了房间，公子独自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拉着一个行李箱。这让阿邦想到王坤的事多半和我们有关。第二天，我正在跟泰国佬谋划抢银行的大事，楼下的公子却被警察跟踪了。为什么会有警察跟着我？你又干了什么好事？情急之下，阿华跳车逃走，却还是被警察抓住。公子是你兄弟，这事儿你一定有参与，招了吧？现在警察都这样做事的，抓人凭兴趣，告人凭证据，证据呢？由于没有证据，警方也无可奈何。公子2次导致团队失败，我忍无可忍。我说过很多次，哪个做错了，老天爷都不给面子。因为公子导致我的复仇计划不得不提前。我们先绑架了曾经的上司司徒杰，给他绑上脉搏定时炸弹，用他的家人威胁他去绑架阿邦怀孕的妻子。我有恃无恐地来到警局拖延事件，看着他们严阵以待的样子，实在可笑。不用这么多人，我们只是来报案。那正好，我们还省了交通费。冲杯咖啡。看着这个熟悉的审讯室，听着我曾说过无数次的审问公式，我忽然觉得这盏冷光灯比教堂的圣母像更刺眼。我今天来这儿是报案的，我有个朋友失踪，他叫赵志强。混蛋，这杀敌场！看着他们暴怒的样子，我一脸戏谑。很快，警方发现了公子的尸体，还找到一封认罪书，将所有罪都扛在自己身上，连兄弟都杀。杀兄弟不是你教我的吗？王坤这事儿也是你干，老姚和这么多伙计也是你杀，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？当年所有人袖手旁观，就没有无辜的人。无辜？你跟我说无辜？为了警队尽心尽力，破了案上了法庭，你只要说一句，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。但是你放弃了我们，是你亲手送我们坐牢的。进去后，每天晚上都有我们亲手抓的犯人来找我算账。真理，真假无辜。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说了一句真话，你就好清高好正义。你维护一个贼都不保护你兄弟，可能是个贼啊！你别跟我在这儿颠倒是非。他明明看得见系统里的蛆虫，却还要给腐烂的棺材刷清漆，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前程罢了。你要报仇啊？你找我呀？你直接找我不就行了？我的计划如同我的人生一般被体制打乱。本来是这么设计的，上场那天你不在，你老婆在舞蹈馆被人绑了，丢炸弹。我不敢动我的家人。你终于撕下正义使者的面具了，原来你也会为私情发狂。这次我要让你尝尝在忠诚与良知之间的选择。我们隔着屏幕看着司徒姐忏悔。4年前那件事，是我没有人性。我说过必须救人，我比他们去做的猛一点。我还说，如果救不了霍先生，你们整组人背黑锅。是我逼他们走上这条路的。我想拍那些有钱人的马屁。整件事应该是我要负责任，我才是警队之始。但我还不想结束，于是启动炸弹，告诉阿邦打死司徒杰，炸弹才会停止。狙击手一枪命中司徒杰心脏时，我笑了，连妻子的死活都不顾，只为了演他那所谓的正义。这种人配拥有现在的一切吗？你现在应该明白，当年我是多么身不由己。祝你好运。为了让他付出代价，我继续启动了炸弹。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仇人，就是当年我们拼死救下的那个富豪霍先生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我们找到泰国佬，打算和他合作抢银行。可泰国佬因为之前的事情，觉得我们太高调了，不想跟我们合作。我说过，任何人成为我复仇路上的绊脚石，老天爷都帮不了他。
在打倒泰国佬一众小弟后，我亲手解决了泰国佬，然后在他衣服兜里留下了一个关于我们要抢劫某银行的假消息。实则我们直接绑架了霍先生，他可能怎么也没想到，曾经他随意丢弃的工具，如今会拿枪顶着他的脑袋。有了霍先生的帮助，我们十分顺利地进入了金库。看着10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我不得不感叹资本的力量。拿到钱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开枪，就像当年在法庭上，他果断将我们抛弃一样。就在我和兄弟们沉浸在美好生活的幻想中时，又和阿邦再次相遇。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掉头准备干掉他，却没想这次走不掉了。大批警察将我们包围，可我不甘心就这样屈服。可警方火力太猛，兄弟们相继赴死。我走不了了，我休息一下。来生还做兄弟。好。我的内心十分不甘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走啊！为了掩护我，阿全拿起手雷和昔日同袍同归于尽。然而阿邦还是追上了我。你无路可走了，投降吧。回去坐牢啊！你们这些人，说一套做一套。我不会再回到那个地狱。你总说警察的职责是守护光明，可你见过被光明灼伤的影子吗？本以为凭借蝴蝶刀的锋利可以和他一决高下，可没想到他有护脚外挂，可我还是刺穿了他一只手掌，代价是被他折断了手臂。4年来我第一次流泪，不是为疼痛，而是为记忆中那个戴眼镜的年轻警察。他曾相信正义是黑白分明的试卷，却不知权力早已篡改了所有答案。我认输，但我不认命。如果那天是你去追可乐，我们2个的命运会不会反过来？他没有回答。此刻我只怪自己没能早点看透这险恶的世界。倒下时钢筋穿透肺叶的闷响像一声叹息。他们说我死时像在忏悔，可我最后看见的是法庭上集体背过身躯的影子。